社交媒体在菲律宾民众当中呢是非常的受欢迎。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一次的竞选当中呢，小马克思是充分的运用社交媒体，拉近了跟年轻人的距离。还有一些分析说，这个候选人通过社交媒体所展现的这个形象啊，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或者是失去一些人的支持。那您觉得在这一次选举当中，社交媒体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这不是小马可斯此次大胜的核心原因，而只是一个表层的原因。尤其是西方媒体现在一股脑的把小马可斯的胜选都归结于社交媒体的运用、网军的运用。我认为呢，他们这是在故意的避重就轻。老百姓还是希望先把生活过好。至于高层的政治斗争，他们不是最在乎。社交媒体在菲律宾的运用确实非常普遍，其中 Facebook 的渗透率可能最高，据说高达80%，所以各大候选人都利用社交媒体来举行选举动员和组织，尤其是小马克思和罗伯雷多。我们之前对菲律宾各主要候选人的社交媒体进行跟踪，会发现罗伯雷多阵营确实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他们非常善用社交媒体进行宣传。而且罗伯雷多阵营还专门设计选举软件，建立与选民之间的关系。但是呢，也不能过分夸大社交媒体的作用。比如帕奎奥在 Facebook 的粉丝有高达1800万，居各位候选人之首。但是呢，这些粉丝并没有全都转化有效选票。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呢，就是现任的总统这个杜特尔特啊，直到竞选的最后一刻都没有明确的表态说支持小马克思，但是他所在的这个民主人民力量党，早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就表示了对小马克思的支持。为什么杜特尔特本人就是不说支持呢？为什么他没有表示对小马克思的直接支持呢？因为杜特尔特所在的民主人民力量党这个党的领导层跟杜特尔特他们关系处不来，所以呢，杜特尔特不愿意跟着这个党的领导人的后边去表示他对小马克思的支持。但是你要知道，小马克思的搭档萨拉副总统的人选那是他的女儿，所以只要杜特尔特不表示反对小马克思，其实就已经非常明显的就表明他支持小马克思的态度。大家一定要记住，杜特尔特当总统的时候，那么马克思家族是代表北方的政治家族来支持南方的杜特尔特家族，所以呢，这一次呢，等于说于情于理还是按实际的这种政治板块的这种力量对比，杜特尔特都会去支持小马克思家族来赢得这次选举。杜特尔特的总统任期呢，将在6月30号结束。他任上呢有不少极具争议的政策，同时呢，也在菲律宾的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有所改善。那么，如果小马克思作为杜特尔特接班人的话，他会在多大程度上继承杜特尔特的政治遗产呢？菲律宾是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人口规模庞大，高达1.2亿，贫困人口比较多。所历任总统都把经济和民生放在国内政策的首位，从这个方面来说，小马克思也不例外。小马在大选期间也多次表明会延续杜特尔特大建特建计划，并且间接透露菲律宾国家的基建离不开中国，他非常乐意同中国发展经贸往来。那自从小马克思重回菲律宾政坛以来呢，跟中国一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有分析就认为，他将成为杜特尔特对华友好政策的接班人。范先生，您怎么看？说实话，小马可斯对中国的感情、对中国的了解，比杜特地总统还是要更加深的。杜特地总统在上台之前，他是打报市的市长，他跟中国之间的感情根基可以说并不是那么深厚。但是小马可斯在他小时候就陪同自己的父母到中国进行访问，见到了毛主席，见到了周总理。在老马时代，菲律宾跟中国之间建立了邦交，也进行了深度的合作。这些小马可斯在他年幼的时候或者少年年轻的时候都是有过深刻感受的。
那戴先生，我们知道，与此同时呢，美国是将菲律宾视为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盟友。那美国会对此作何反应呢？小马并不是美国方面重要的候选人，美国支持的候选人是罗伯雷多，而且美国在菲律宾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尤其是在菲律宾军方的影响力。所以，如果小马克思统治需要稳定，他必须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获得美国的支持。我想在小马执政初期，不排除美国会给小马制造一定难题，美国肯定会要求菲律宾支持印太战略。虽然在从这个角度出发，小马政府与美国会有一个磨合的阶段。目前得票率第2的罗布雷多呢，他的外交表态亲美的倾向非常的明显。虽然目前来看他不会当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他的这个观点也代表了菲律宾一部分人的立场。那庄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会对未来的中菲关系带来什么影响？菲律宾的资本、菲律宾的产业，甚至菲律宾社会的精英人才，这些都是来自美国或者是美国培养出来的。不过好在菲律宾民众他更关心的是什么？他的社会、他的经济，他能不能发展，他能不能有工作的机会，他能不能生存跟发展，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就是不必低估菲律宾的亲美倾向，但是要相信这种亲美的倾向不一定会转化为菲律宾主流社会那么排斥中国、倾向美国这种结果。我们这边盛传一句话，说美国人呢，曾经跟菲律宾现任政府商量过，说这次菲律宾总统大选，除了不可以让小马可斯当总统以外，其他的几位总统候选人谁做总统，谁上了大位都可以。所以说，您可以看到，在美国在这边的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不仅是只是一位总统候选人，也就是现任的副总统罗布雷多女士。美国呀，在这边深耕了100多年，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我们要观察的一个点呢，是以他为首的或者以他为代表的反对派，会继续抗争即将上任的小马可斯政府。这个会给菲中关系，会给菲律宾国内的政局带来多大的影响，我们拭目以待。本次大选的多场总统辩论呢，均涉及到了南海问题。在这一次菲律宾完成了政权交替之后呢，南海问题还会不会延续目前的这个热度？在影响中菲关系的南海议题上，小马多次主张南海问题不是中菲关系的全部，更不能把南海仲裁结果作为开展对话的前提条件。他认为，由于中国选择不参与诉讼程序，所以南海仲裁无效。小马还表示，如果中菲因为南海问题局势升级，他不会寻求美国的帮助，而是倾向于谋求多边形式和外交手段，并坚持与中国进行双边会谈。所以我们认为小马在很大程度上会延续老杜的政治遗产和老杜对华政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前面谈到，他在执政初期执政基础比较薄弱，他对菲律宾军方的掌控也比较弱，而且我们也知道菲律宾军方与美国的关系较为密切，所以呢，在小马执政初期这个节骨点上，中菲之间在南海问题的风险有可能会相对较高。其实我非常有把握的判断，随着大选的结束，南海问题会降温。为什么南海问题会降温呢？因为小马克思一旦上台，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来改善菲律宾的民生，而在这方面呢，不是炒作南海问题他能得到的，要解决或者是部分解决菲律宾的民生问题，选择跟他的近邻中国合作，那是最有效的。所以呢，经贸合作可以减缓或者说降温南海争端，这点没有任何疑问，尤其是在中菲之间。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美国和日本就借着南海问题，不断的加深和菲律宾之间的军事合作。比方说，日本和菲律宾就举办了2+2外长防长的会议，而且呢，美国跟菲律宾还举办了号称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个肩并肩联合军演。那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美国和日本他们两个到底各自什么盘算？美国和日本大概率在今后会拉拢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来对抗中国。因为美国跟日本他们是南海的域外国家，他们干预南海问题没有正当性，
但是呢，如果他们利用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发生冲突，然后他们可以利用跟菲律宾之间的协定，比如说美国菲律宾共同防御协定之类的，来直接来干预南海事务，这就让他们找到一个他们认为有理由干预南海的借口。所以对这点，中国一定要充分警惕。我曾经在竞选刚刚开始的阶段，我曾经对小马可斯做过一次1对1的专访。小马可斯对于选边站的问题是非常抗拒的。我当时问他，世界是否会爆发新的冷战？他对这个问题非常的排斥。他说最好不要爆发新的冷战，因为一旦爆发冷战，就意味着大家就要选边站队。这是他非常不想看到的一个情况。他曾经不止一次在多个场合，包括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菲律宾一定要在中美之间走好钢丝，一定要保持平衡，这才最符合菲律宾的国家利益。虽然美日目前不断在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美国和菲律宾是军事盟友，他们之间有军事条约，而且美国呢，菲律宾的军方是非常亲美的，菲律宾的很多将领是在美国接受培训，这种军队上的亲美是很难改变的，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菲律宾政治领导人的选择。所以说，不论谁上台啊，都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非美的军事合作关系。但是关键的一点呢，我相信小马可斯非常认识这一点，跟美国的军事合作不要踩到中国的红线，然后跟中国的合作不要在根本上触及美国的利益、核心利益。所以说，这是一根钢丝啊！我相信小马可斯会把这根钢丝走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电话，习近平谈到，当前国际局势发展再次证明，地区安全不能靠强化军事同盟来实现。那么，中菲之间如果要解决包括南海问题在内的分歧，促进地区安全稳定，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呢，至少目前为止，各自争议共同开发是最好的一种降温甚至解决的办法。不只是中菲之间，包括中国跟所有南海相关国家的争端，都可以得到有效的缓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非常警惕一个什么现象，就是美西方国家，甚至包括北约这个军事组织，他要把手伸到亚太，伸到南海。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怎么警惕都不过分。我们知道，中菲之间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过去6年当中，中国也支持菲律宾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菲贸易经贸关系取得突飞猛进。所以说，中菲两国是合则利，斗则双败啊。因此呢，我想在未来，小马可斯总统应该能够把握中菲关系的大局，继续推进中菲关系向前发展。此次菲律宾大选，南海问题也是各总统候选人绕不开的焦点议题之一，各方都希望以强硬姿态来赢得民心。但是已经基本胜选的小马可斯在南海问题上态度相对缓和。那对于2016年海牙仲裁庭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判决，小马可斯曾明确地表明，只有一方参与的仲裁算不上仲裁。他并没有像其他候选人那样坚持要在接纳判决的基础上来解决南海问题。在他看来，南海问题是中菲之间的事情，美国最好不要插手。菲律宾马尼拉智库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就指出，从家族渊源来看，虽然中菲建交是在小马科斯的父亲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任内实现，但同时也是在马科斯执政期间，菲律宾占领南沙群岛多个岛屿，并设立所谓的卡拉演示，所以这终归是基于政治利益的选择。从基本政策取向上来看，我觉得不管是何人上台吧，他都会依重这个仲裁裁决的。菲律宾任何一个政府不会完全的放弃这个裁决作为他维护他所认为的这种权利主张的一个依据的，只是看如何来用。小马克斯和沙拉这一段选择呢，我们看，他对于仲裁裁决的立场上不会与其他的候选人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具体如何对外裁决如何在南海问题上和中国进行打交道，他会更加理性务实。
事实上，南海议题一直是菲律宾大选中的焦点之一。杜特尔特2016年竞选期间就曾扬言要骑水上摩托车到黄岩岛，并在岛上插旗。但随着菲中关系改善，杜特尔特隔年就改口称无需冒险登岛。在执政后，杜特尔特也在有意淡化南海争端对菲律宾外交的影响，并且注重和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阿基诺时期因为南海争端不断紧张的中菲关系。分析人士指出，杜特尔特任期即将结束时，他所在的执政党内部已经开始分裂，此前的盟友也与他决裂，让其对国防外交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而长期以来，美国在菲律宾军方内部培养了相当多的既得利益者和亲美人士，他们都是美菲军事同盟坚定的支持者，也难免使菲律宾政府内部出现不一样的声音。日前，继越南之后，菲律宾也叫停电影《神秘海域》上映，就是因为该电影中有2秒钟的画面展示了中国主张的南海9段线地图与菲律宾的国家利益相悖。拜登政府也是在期待看，杜特尔特这个换届之后，是不是新上来的一位总统，他在对华政策上、对美政策上能够与前任有一些的调整和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势力呢，它也是有一种蠢蠢欲动的这种倾向在里面。实际上，在南海问题上，杜特尔特一直是保持着一个理性务实的态度。在3月一场记者会上，他就明确表示，菲律宾日后必须要遵循与中国在联合勘探活动上达成的协议，并强调称，如果我们偏离了这一点，将会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外界普遍认为，杜特尔特这是为下一届政府亮明红线。据了解，杜特尔特提到的协议其实指的是2018年11月中菲两国达成的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时表示，这是中菲两国在油气勘探、开发合作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次年中菲还成立了关于油气合作的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和企业间工作组，以推动双方联合油气开发合作的实质性进展。另据菲律宾星报4月5号报道，在中国援菲比诺多因特拉穆罗斯大桥竣工通车仪式上，杜特尔特在感谢中方援助之余，也为菲军方近期炒作南海问题的言论降温，强调菲中之间没有争吵，两国可以坦诚讨论问题。去年下半年以来，到现在呢，中菲其实在黄岩岛啊，在南海一些特定的海域啊，还是有一些海上接触的。那么，不管是菲律宾这个部队呢，菲律宾的国防部门呢，还是菲律宾的总统府外交部，它这个消息爆出来，还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这个我相信也是菲律宾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个有意的为之，就是说，避免事情爆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出现，引发了与国际媒体啊，包括美国呀这种炒作，还是希望有一定的冷处理或者是缓冲期在里面的。这种呢，其实也是一种双方冷静处理，特别是菲律宾冷静处理涉南海有关海上摩擦呀，或者是海上孤立事件的这种一些做法和尝试。事实上，拜登上任以来，拉拢菲律宾就是重中之重。今年2月，拜登政府公布的美国印太战略目标第1条，就是要深化同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5组双边军事同盟。而且，仅仅在去年7月，就先有国务卿布林肯在南海仲裁案5周年之际发表声明，重提所谓南海仲裁裁决，还声称一旦菲方在南海遇到攻击，美国可与其共同防卫。后有美防长奥斯汀出访东南亚3国，声称将重振美菲同盟，帮助菲律宾实现军队现代化，以应对海上挑衅、封锁和攻击。4月18号，菲防长洛伦扎纳访美，并与奥斯汀在五角大楼举行会谈。奥斯汀就再次向菲方重申，美国对菲律宾安全的承诺有如钢铁般坚毅。美方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延伸到了南海的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和飞机。此外，美方拟增加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并允许美在菲军事基地增建设施。丁铎就分析称，这些都显示出美国想用军事安全合作作为抓手，再次利用菲律宾搅局南海、围堵中国的险恶用心。美国人的意图呢也比较明确，就是第一，他在菲律宾政府即将换届的时候，他要继续拉住菲律宾，通过这一种美菲同盟条约这种手段，来
实现这个美国在南海的这种军事化的常态存在，同时也要利用南海问题这个打压中国。第二一个呢，就是过去几年呢，其实杜特尔特执政时期，美非特别是军事关系，它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美国政府希望把这个双方关系，拉回到一个他认为是正常的一个层面来继续向前发展。其实外界也注意到，去年以来，在某种程度上，杜特尔特的态度似乎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去年7月，美防长奥斯汀访菲时，杜特尔特通过非防长之口表示，他撤回了要废除非美访问部队协议条约的决定。非美访问部队协议是上世纪末两国共同签署的一份军事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能获得美军官兵及武器装备出入菲律宾等极大便利，两国定期举办联合军演，美军拥有在菲律宾等法外之权。该协议强化了菲律宾作为美国军事基地的这一事实，有利于美国能以落实协议条款为名协防菲律宾，为美国插手南海事务提供方便之门。今年3月，美菲还进行了号称其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在全球上的影响力它是有所下降的，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呢，对于印太事务，它的精力投入的这种精力和资源是相对有限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呢，它通过这个扩大美菲军事演习的这种规模，宣传投入人员这上面的投入，它呢来稳定它在这个印太地区这种战略。当然了，菲律宾对于这个军演的态度，它还是相对比较克制的。特别是非军方的表态呢，它明确地讲，此次这个美菲军演不针对中国，目的也是非进攻性的。除了美国，日本也把手伸向了南海。5月6号，日本就以日元借款的形式向菲律宾提供了一艘主力巡逻船，该船全长97米，重2260吨，在该警卫队中为最大船只。同型号的第2艘也将在6月交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计划将2艘巡逻船部署在南海。而在上个月举行的日菲2+2安全会谈中，在会后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日本对于东海、南海局势也表示严重关切，公开支持早已经被中国认定为非法的2016年南海仲裁结果，并且日菲两国还同意未来进行联合军演，强化两国的防务安全合作。本届菲律宾大选非正式结果公布，小费迪南德·马克思以近乎惊人的得票率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而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则仅以不到马克思1半的选票位居第2。现在看起来，小马克思当选几乎是板上钉钉。马克思家族是菲律宾政坛的传奇，小马克思的父亲统治了菲律宾长达20年，极具争议。而小马克思则一再强调自己跟父亲是不一样的人。那么，菲律宾民众如此拥护的这位新总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未来菲律宾社会发展都会有哪些新动向呢？一起来洞察关键。此次菲律宾大选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地方行政长官及议员，共18000余个公职人员。菲律宾全国和地方选举投票于当地时间5月9号6点正式开始。当天，菲律宾超过6570万名合格选民前往全国37211个投票站进行了投票。从计票结果来看，小马克思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萨拉·杜特尔特也以超过57%的得票率遥遥领先。萨拉是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现任达沃市长。由于在菲律宾大选中，正副总统是分开投票的，按照惯例，参选正副总统的一对搭档往往来自同一阵营，想要在2个位置上都击败对手党派几乎不大可能。比如小马克思6年前就曾搭档杜特尔特竞选副总统，就不敌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此次大选，小马克思与萨拉高调组队，赢得全胜，十分惊人。小马可西家族以及杜特尔特家族以及阿洛佑家族这3个大家族分据菲律宾南北中部的3大票仓，那3大家族强联手，相对的就把这个票仓给集中起来了。特别是沙拉后来作为小马可西的副总统候选人，那沙拉把他父亲的一些巨大支持转移给小马可西，因此小马可西在后来的民调才一直节节高升。而菲律宾国营智库在2018年做的一份报告估计，整个菲律宾只有1.4%的人口收入在43400美元以上，属于高收入人群。小马克思在2021年10月宣布竞选总统时承诺，
如果当选，将采取一种团结国家的领导方式。他说，菲律宾人已经厌倦了政治争吵，期待全新的领导方式。他提出提升就业、抑制高物价、加大农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打击腐败等主张。他更是要重启父亲当年斥资22亿美元建造的巴丹核电站项目，为国家引入核能，恢复燃煤发电。另一方面，作为亲美派罗布雷多的对手，小马克思曾遭到了来自西方社交媒体的打压。今年1月，社交网络巨头推特以相关账户违反了关于操纵和垃圾信息的规定为由，暂停了300多个与小马克思支持者相关的账户。上周，美国媒体《时代周刊》发文称，记者从菲律宾公关公司调查到，一些政治内容创作者的月薪高达4700美元，在一个每月最低工资为170美元的国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并暗指小马克思雇佣这些团队来为打压政敌，并且提升自身支持率。对此，小马克思在4月26号接受 CNN 采访时，明确否认使用网军提升形象，称自己才是假新闻的受害者。西方媒体企图混淆视听，来引导菲律宾人以为在 TikTok 所做的这些视频都是扭曲历史事实、是假资讯，要他们相信小马可思是一个骗子。不过我们发现，就是西方媒体或者西方势力的这种主观意愿，实际上菲律宾年轻选民是不卖账的，因为小马可思的制作团队在制作的这些短视频非常接地气。虽然小马克思在菲律宾民众中大受欢迎，但遗憾的是，他一直未能得到一位菲律宾重磅政治人物现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正式支持。早在今年3月，杜特尔特所在的政党民主人民力量党就已经表态支持小马克思。但是杜特尔特本人却一直没有为任何一位候选人站台。在5月7号星期六竞选期间的最后一天，杜特尔特都没有出席小马克思的竞选搭档杜特尔特女儿萨拉的竞选活动。杜特尔特之所以拒绝表态，还有一段私人恩怨。根据菲律宾的法律，总统任期只有1届，不可连任。原本杜特尔特的计划是让女儿萨拉竞选总统，由他本人来作为萨拉的竞选搭档参选副总统。但是最终萨拉却选择了小马克思。其实萨拉在政治生涯中总是有意无意地与父亲区分，避免被视为其政治代理人，对于家族而言有分散风险的效果。他于2018年退出父亲所属的执政党城市人民党，自行成立了立足于达沃市的新政党变革之君。在2019年中期选举时，积极支持了多名本党候选人，与城市人民党形成了竞争之势。此外，萨拉也曾公开反对杜特尔特的部分方针或政策，例如反对国家改为联邦制。此次选举，萨拉的票数已经高达2500多万，而其最强的对手也不过700万的票数。目前，从小马克思以及萨拉的得票差距来看，也许这样的强势搭档更有胜算。而且有菲律宾媒体也指出，杜特尔特已经私下对小马克思表示了肯定。据马尼拉时报报道，3月24号，总统代理发言人安达纳尔表示，杜特尔特与小马克思两人举行了一次亲切而富有成效的会面。杜特尔特向小马克思分享了他作为菲律宾即将卸任的总统的经历。外界观察认为，小马克思和他的竞选伙伴如果当选，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杜特尔特的政策。杜特尔特依然在菲律宾受到欢迎，其任内内政外交的影响力也将得到延续。延续杜特尔特的良好治理方案，或许是小马克思的第一选择。而在对华关系上，小马克思也与杜特尔特有共同性。马克思家族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小马克思的父亲马科斯在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实现了中菲建交。他的母亲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同样长期致力于中菲友好合作，去年还获得了首届中菲相知奖的终身成就奖。小马克思的第一次访华是在1974年，当时他作为菲律宾政府代表团成员来到北京，就中菲建交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1年后的6月9号，中菲两国政府签署建交公报，宣布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他再次随团来到北京，期间菲律宾政府代表团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小马克思当时还和毛泽东合影，非常激动，倍感荣幸。
1985年，小马克思参加菲律宾政府组派的青年代表团再次访问中国，参加中菲建交周年庆祝活动。他后来曾回忆到，这2次访问都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不过，小马克思也不可能不顾美菲同盟关系。他在4月2号曾表示，菲律宾与美国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这是100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关系。小马克思认为，加强同盟关系对美国和菲律宾而言都是一件好事儿，美菲仍然可以依靠这层关系来达到共同防御的目的。因为菲美关系根基太深了，所以他站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特别是从菲律宾的安全、军事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他觉得菲律宾在安全上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我觉得如果他当选，然后顺利这个接任总统的话，那个非美之间的这样一种军事同盟关系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他们更多的会在中美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此次小马克思最强劲的对手，现任菲律宾副总统罗布雷多，则是立场鲜明的亲美派，并且在2016年当上副总统后，他对中国的态度基本是逢中必反。罗布雷多本人是一名标准的福建媳妇儿，她已故的丈夫是菲律宾华裔政治家、前内政部长的林秉治。林秉治祖籍福建晋江，他很认同自己的华裔身份，在任上通过各种方式推动中菲友好关系。但林秉治在2012年的一场空难中不幸身亡。有分析认为，罗布雷多的亲美反华立场与其所在政党密切相关。他是菲律宾自由党成员，而自由党一直奉行较为亲美、对华不太友善的路线。此前挑起南海争端的阿基诺3世就是自由党的党员。此次罗布雷多的支持率后期有明显提升，背后少不了美国的支持。有观察指出，8个月前罗布雷多的支持率仅仅8%，而在选前则超过了20%。其中，美国民主基金会是他最主要的金主。根据该基金会数据，菲律宾多家媒体在过去3到5年收到了该基金会大约33万到43万美元的资金的资助，其中包括拉普勒、媒体自由与责任中心、菲律宾调查性新闻中心等等，而这些媒体均力挺罗布雷多。除此之外，美国知名亿万富翁索罗斯也是罗布雷多的重要金主，而索罗斯与美国30多家主要新闻机构有联系，包括 CNN 菲律宾、菲律宾星报、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等等的报道，都倾向于在美化罗布雷多的同时丑化其竞争对手。因为美国奉行的是要遏制中国的政策，他自然不希望一个对中国友好的这个候选人当选。所以在这次大选当中呢，可以说美国也用了各种方式来影响小马克思的选情，比如说利用海外媒体的这样一个宣传，这个舆论来影响菲律宾国内的这样一个舆论导向。在菲律宾国内的一些主流媒体，特别是受美国影响或者说受美国支持的一些媒体，它是对马克思不太友好的。但是呢，美国的这种做法并没有达成他自己的一个目的。